同一个上半年，同一波全球订单，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干到了 13.72%， 1976年以来最猛的上半年。而隔着一条海峡，中国只剩 4.3%， 连自己年初设定的目标区间都掉出去了，差了3倍多。各位，过去几十年我们被灌输的印象是什么？对岸成长永远比我们快，这几乎是刻在脑子里的常识。这个常识在今年7月底那份数据出来的瞬间，直接被撕掉了。而且这事跟你有关，台湾这 13.72% 里面有整整7个百分点是内需自己贡献的，意思是理论上你的薪水、你家巷口的生意、你手上的台股部位都应该被这波钱潮推着走。问题是你有感觉到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一个当年看到经济数据创历史新高就急着 all in 大盘，结果隔季差点毕业，才终于学会数字好看不等于你口袋回暖的投资人。各位啊，今天这2份成绩单就好比同一场及时雨浇在隔壁2块田上，雨是同一场雨，一滴都没少下，结果1块田的稻子喷到天花板，另一块田还在干裂。你说老天爷偏心吗？不是，差就差在田底下那条水渠。今天咱们就把这2块田挖开来，看看水到底流去了哪里，又是在哪里漏掉的。2份成绩单怎么能差成这样？先看台湾这块田，上半年国内生产毛额成长 13.72%， 什么概念？上一次台湾出现这种等级的上半年，你爸可能还在读小学。第2季单季 12.92%， 这个数字连管水的人自己都没料到。主计总处5月才做过预测，结果实际数字出来，比自己的预测高出 2.09个百分点，官方被自己打脸，而且是当着全国的面，你说多有意思？再看隔壁那块田，中国第2季 GDP 成长 4.3%， 比第1季的 5.0% 又慢了一截，比市场预期的 4.5% 还低，直接调出官方目标区间。更扎心的是，季调环比折年率，就是照现在这个速度跑下去，一年能跑多少？只剩 3.6%，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不止慢，还在继续踩刹车。数据一出来，2派人立刻杀红了眼，一派看到 13.72% 就奔走相告，台股要喷了，这波是送分题，哪次不 all in？ 另一派看到 4.3% 就开始写末日剧本，对岸要崩了，全球要被拖下水，现金为王，逃命去。我跟你说，这2派犯的是同一个毛病，都在看标题，没人看内脏。GDP 这种东西啊，就像体检报告上的总分，总分高不代表你每个器官都健康，总分低也得先搞清楚是哪个器官出了问题。而今天这2块田的差距，病灶其实指向同一个地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，知识是唯一能随身携带的财富。数字谁都看得到，看得懂数字内脏的人才拿得走钱。那内脏到底长什么样？咱们先挖台湾这块田。对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角度有意思，觉得我后续的分析可能对你有用，先订阅一下频道，顺手点个赞，这样下次我更新的时候你才不会错过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台湾这块田水路是通的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台湾这波不就是出口撑的吗？外需的雨下得大，接单接到手软吗？对，雨确实大，但重点来了，第2季台湾的国内需求成长了 8.47%， 光是内需这一项就独立贡献了 7.00个百分点的经济成长。什么概念？单季 12.92% 的成长里，超过一半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雨水，是自己家水渠里流的水。你想象一下这块田的样子，外面的雨哗啦啦下，这是全球的订单，但同时田主人自己还在拼命修渠，企业看到订单接不完，砸钱买机器盖厂房，钱从账上流进了设备商、营造商、工程行的口袋，这些人领了钱又流进餐厅、车行、百货，水在田里自己赚起来了。这就是教科书上说的投资带动消费，但教科书不会告诉你它跑起来的时候有多凶，凶到连主计总处这种以保守闻名的单位都低估了2个百分点以上。一个经济体最健康的状态是什么？不是雨下得大，雨是老天爷的事，你控制不了。是雨下来的时候，你的每一条水路都是通的，水进得来，流得动，留得住。台湾这个上半年难得的做到了，先别急着感动，
这块田的隐忧我们待会儿再挖，先过去看看隔壁，因为隔壁那块田淋的是同一场雨。中国那块田渠堵了，还在漏。这里是全片最反直觉的地方。中国第二季的问题不是出口，出口其实还行，外面那圈田埂淋着同一场全球外需的雨，湿的真正的问题在田中间。一个数字就够了。今年1到6月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增负 5.7%。负的什么概念啊？固定资产投资就是那条最粗的灌溉渠，盖楼、修路、建厂房、买设备，一个经济体把钱变成未来产能的主水道。这条渠不是流得慢，是在倒流。雨再大，浇下来的水顺着堵住的渠裂开的梗，全从田边漏出去了。田埂是湿的，田心是干的，这就是所谓的外热内冷。7月中那2批数据已经把这个结构拍在桌上了，所以你回头看 4.3% 这个数字就懂了，不是雨的问题。2块田淋的是同一场雨，是一块田的水在体内循环，另一块田的水在体外蒸发。这时候有人要举手了，不对啊，麦门，我看到新闻说中国通缩结束了，平减指数3年来首次转正，这不是好消息吗？问得好，这就是今天第3季打脸，也是最需要你睁大眼睛看的一季。渠边那滩水洼的反光。GDP 平减指数说白了就是整个经济体的温度计，它连续冷了3年，这一季终于转正了。标题党看到立刻高潮，通缩时代结束。慢着，把这个转正拆开来看，里面的热度主要是谁贡献的？油价是国际能源价格推上来的，不是内需回暖烧出来的。回到我们那块田，你站在田埂上，远远一看，渠边有一滩水在反光，有水，渠通了。你走近一看，那是一滩油价的雨滴积成的水洼，天上掉下来的跟你家渠通不通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田心该干还是干，投资该负还是负 5.7%。这种数字最危险，因为它给了所有想乐观的人一个看起来像证据的东西，而市场上亏最多钱的人，往往不是看错数字的人，是拿着真数字读出假结论的人。交易你所看到的，不是交易你想看到的。这句话我讲了10年，每一年都有人用真金白银替他付学费。说到猜数字这件事啊，我插播1分钟讲点自己的事。没错，我要打广告了，但你都看到这里了，给我1分钟不过分吧？今天这集我们花了10几分钟，就为了猜2个数字的内账。13.72% 是真的猛，4.3% 的病灶在投资，通缩结束是油价的反光。这种拆解不是天赋，是流程，先看方向，再看结构，最后才决定信不信标题。而这套流程，我在订阅专栏里是每天在跑的。盘势一有变化，分析文章及时发布，手机直接收到通知，不是每周固定交作业，盘面动了我就动，而且我不只给你结论，我把判断的逻辑整个摊开，哪里调整了策略，哪里要提高警觉，来龙去脉你自己看得到。范围从台指期、纳斯达克期货到金属能源债券，不是只顾一个市场。但说实话，对今天第一次点进来的朋友，我更希望你先做一件免费的事，订阅这个频道。因为像今天这种同一份数据2种读法的题目，我每周都在讲。而下一个被标题骗走钱的人，我希望不是你。专栏连结放在下面，有兴趣自己去看。好，广告结束，咱们回来。因为台湾这块田也不是没有裂缝，台湾田里的裂缝雨会停的。前面把台湾讲得像模范生，现在泼点冷水，这也是官方新闻稿不会主动告诉你的部分。这种2位数的成长，很大一块是集中拉货型的行情。全球客户怕缺货、怕变数，把订单挤在同一个窗口里下完，雨下的又急又猛。但急雨的特性是什么？会停，而且今年上半年垫出了50年新高的基期，意味着明年同期的数字几乎注定要从天花板往下走。到时候你会看到什么标题？台湾经济成长暴跌。先把话放在这里，那不一定是经济坏了，很可能只是数学。今天有多少人被 13.72% 冲昏头，明年就有多少人被基期效应吓破胆。同一批人被同一种只看标题的习惯收割2次。还有一道更深的裂缝，经济史高不等于你的薪水史高。水灌进田里是先灌满某几期的，这波最肥的那几期，你我心里都有数。如果你站的位置离主水道远一点，你的体感可能是
经济50年最强，我怎么只感觉到便当又涨了10块？新闻说经济史上最好，不，那应该是别人的史上最好。这种留言我看了不下100次，每次都笑完之后有点沉默。所以这里我真心想问问荧幕前的你，这半年你的薪水、你的生意、你的部位有没有分到这13.72%里的哪一口？还是纯看戏？留言告诉我，我很好奇数字跟体感之间那条缝到底有多宽。雨停之后，2块田的黄昏。好，镜头拉远，我们最后看一眼这片农地。夕阳下，同一场雨已经停了。台湾这块田水位满到田埂，田主人一边数收成，一边开始发愁：明年要是雨没这么大，这个水位怎么守？隔壁那块田，田主人蹲在渠边那滩反光的水洼前，对外宣布旱象缓解，身后那条主渠还堵着，还在漏。而2块田中间的产业道路上，站满了拿手机直播的人，一半对着满水位的田喊 all in， 一半对着干裂的田喊末日，没有一个人低头看渠。数字会骗人，渠不会。与其追着每一场雨跑，不如把自己的渠修好，不用追着钱跑。你本身就是钱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决定你能赚多少钱。最后留一个钩子，今天我们从头到尾把外需当成天上下的雨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场雨本身是哪来的？为什么偏偏是这半年全世界的订单像不要钱一样砸下来？这背后牵着太平洋另一头一场烧钱烧到见骨的军备竞赛，那是另一条完整的大链，这集塞不下，下集再拆。至于这种极端分化的格局下，资金会往哪类资产挤，方向其实已经写在今天的数字里了。更深的推演专栏里见。好了，今天这个主题的核心逻辑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还没听够，我建议你把我前面几期的影片也看一下。我的逻辑是环环相扣的，这期讲的是上一期的延伸，下一期又是这一期的延伸，而接下来的局势只会更加动荡。这场撑起50年新高的外需大雨，到底是谁在人工降雨，还能下多久？下一集拆开来看，答案可能会让今天所有的乐观和悲观都重新洗牌。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，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周见。